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当市场垃圾的时候，干啥都是利空。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每个礼拜我们花2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整理上个礼拜加密货币市场最重要的焦点新闻，以及接下来这周币圈投资人不能错过的关键日期、时间跟币种。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随着美国的经济在8月份的时候创造了14万2000个工作，失业率降到 4.2%， 黄金的价格来到交易的高点这篇新闻我之所以选择一个这个 Kitco 的黄金的新闻，主要是因为这篇的数据整理的比较完整那这其实也是上个礼拜包括加密货币市场在内，美股、贵金属都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非农就业的数字疲弱对，黄金的市场的价格涨到交易的高点 ，as U.S. labor market cool more than expected。事实上，这个金价上涨，它指的可能是非农就业数字刚出来的时候市场的反应因为后来其实金价也是跌了。发生什么事呢？上周五就是9月6号的时候，美国的劳工局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的数字。原本他们预测这个数字应该是16万4千，但是数据实际揭晓只有14万2千是不如预期。那通常非农就业数字如果高于预期的话，就代表就业强劲可能经济欣欣向荣，可能降息就不用那么急着来。那如果低于预期的话呢，可能就是经济没有大家想象来得好，降息可能是更迫在眉睫的，但同时经济衰退也可能会发生。那台湾时间当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在盯盘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包括比特币的各种资产在内，当时其实价格是上涨的只不过呢，上涨1%之后没多久就立刻下跌了，24小时之内跌了3%、跌了4%的都有那很多的分析师就责怪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非农就业指数这个实在是太疲弱了。而这个数字为什么那么关键？因为这个是9月18号美国降息前夕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的一个经济指标疲弱，有可能会让降息的时候联准会降息2码的几率上升。同时，如果联准会降息2码的话呢，那市场可能会觉得说，哇，联准会现在降息没有办法和缓的降，要一次降那么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已经很高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把礼拜五的这个就业指数直接拿来解释为什么这段时间股市跟币圈都开始暴跌，其实就是一件我们已经讲了1个月的事情，那就是金融危机或者说经济衰退的风险是不是很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直以来降息这件事情都被大家认为是利好风险市场。然后经济数据疲弱是一个促进降息的可能因子，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经济数据疲弱是利好风险市场的因为非农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剧烈，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个之前的新闻这个是2023年12月的新闻，当时的标题怎么写的？他是说，谨防今晚美国非农数据强劲，比特币可能会下挫到4.2万美元。在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农数据如果强劲的话，比特币会跌。那现在呢，非农数据非常的疲弱，比特币还会跌。到底发生什么事？有一个推特上的分析师叫做陈建伟，他解释的超级好。他说现在的市场环境就是美国经济好，完了降息动力不足要跌；美国经济差，完了要崩溃衰退了要跌；美国降息了，完了利好落地要跌；美国不降息，完了市场没水要跌。就是说，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当市场垃圾的时候，干啥都是利空。完全就是现在这个短期的波动如果你去看现在 Crypto Fear and Greed Index 这个叫做恐慌贪婪指数我们最近从1个月前到现在不是极度的恐慌，就是普通恐慌。那现在这个恐慌数字是23。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如果你有看这里几个礼拜的周报，其实你可能不会到跟着市场一起恐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9月份就是现在可能最糟糕的月份，然后也有很多的预期说这段时间要严防大的波动。但如果你是想要在这个时候进场抄底的话呢，也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别人恐慌我贪婪所以现在是恐慌的时候，你更要进去做多，甚至杠杆做多。不过真实的情况是，有些时候你杠杆开得太大，你以为现在的恐慌已经是极点，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很多时候比特币要反转的时候，那个恐慌指数要到10几，它才会真正开始反转。现在的恐慌指数是23，下面可能还是有空间的，所以要非常小心下面的空间到哪里呢？这个 Bitfinex 的分析师有他的想法Bitcoin could dip to 45000美元 after rate cuts。Bitfinex 分析师告诉我们说，比特币有可能会在9月触及到4万的价格它是什么理由呢？首先，他跟我们提到了这个大降息周期，2019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比特币跌了50%，但他说，不用太担心，当时呢是因为有 pandemic， 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才暴跌。
不过即使呢，现在可能不会有再一次那么严重的历史才没发生几次的恐慌事情，如果我们按照相同的逻辑去判断啊，这段时间比特币还是有可能从现在的价格跌个15%到20%。那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特币是6万，所以他预测比特币可能会跌到5万到4万左右的区间哦。那这篇报道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他有一个很别出心裁的一个预期啊。他判断如果接下来美国在9月18号的降息是降息25个基点，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情。接下来比特币可能会有一个短短 Seller News 事件，但是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涨回去。但是呢，如果说在9月18号我们就看到美国联准会立刻有一个激烈的50个基点的降息的话，虽然有可能会让短线突然飙高8%。很有趣，他直接说比特币涨8%，这个数字哪里来的？但是呢，这个上涨不会持续的太久，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有一个很大的回调周期。原因是通常这样子短期快速的 rate cuts， 就是短期快速的利息下降，通常就是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就会非常的大哦。某种意义上，其实它表达的跟很多的我看到其他主流金融对接下来市场预期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也是很矛盾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前几周的新闻，反正就是有一小段时间，大家突然开始在讲说，如果美国现在预期要一次降息50个基点的话，那他终于想到要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是利多市场。那现在又不是了，现在大家开始说，如果美国联准会一次降息50个基点的话，那就是跌下去。反正总之就是他们讲怎么说就怎么说啦。不过整体来说呢，这位分析师短期来说我还是比较看空的哦。那主要的理由，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第一个就是9月份的平均比特币回报率就是负4.7%，而且呢，这个是9月份的平均回报率。如果你去看9月的平均最大的一段跌幅，从2014年到现在，你是要预期24.6%，光是在这一个月。不过这个并不是说什么9月就会跌24.6%，而是我们可能会插针，然后这个是24.6%，然后回来。也就是说波动性可能是非常大的。然后波动性很大的原因也是跟主流金融有关。他说 Fund Management 就这个基金管理员最近从放暑假回来，因为我是没有当过基金管理员啦。基金管理员有暑假这种事情吗？这个有当过或者传统金融相关的经验，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说明一下吗？就是这是某一种比喻吗？就是说基金管理员夏天的时候会集体请假，还是说他们夏天的时候真的就不会做什么？就是这到底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说法都就是很像是一个隐喻，他们不可能真的是放暑假，那两个月不用上班吧？有人可以跟大家指导一下。所以9月份是这个 Bitfinex 认为是看跌的一个情况。不过呢，当然 Bitfinex 也是补充了一句啊，长期来说他们还是看涨比特币的。在原始的报告里面，他也提到了现在全球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的任何的波动的走势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因为毕竟这边讲的也都是美国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日本的情况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那顺带一提就看一下这个数据吧，大家都觉得说如果降息2码的话，可能就会崩。那现在目前认为降息2码的几率大概是30%，具体影响这个几率可能还会看下一周的通膨指数有所影响。那哪一天会释出通膨指数的话呢？我们影片后面就会讲啊。像我们看到 Outlier Ventures 比特币4年周期已死，正经历最差的减半年表现。我们之前都说这个减半之后呢，可能比特币会有2周到2个月左右的下跌期间啊。那现在呢，减半到现在是已经超过2个月了，我们还是没有涨回去，所以这个4年的周期是不是已经死了呢？Outlier Ventures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啊，自比特币减半后4个月以来，市场正在见证历史上最差的减半后价格表现。摘要包括呢，今年减半超过125天之后，比特币减幅是8%，相较于此前平均涨幅22%是史上最差。他认为2016年的减半是分水岭，此后加密货币市场就已经成熟跟多元化，BTC 的区块奖励规模已经微不足道。他提到在2020年的减半之后的暴涨纯属巧合，那是因为疫情之后史无前例的印钞政策。而今年在减半前的上涨也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跟比特币自己的减半没有什么关联哦。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份报告的想法？那虽然说它这里面讲的东西都是有凭有据啊，确实，如果说你就用时间去刻舟求剑去算的话，减半日，然后接下来算几天之后，历史上全部都已经涨的情况，你现在到现在都还是跌，那这样的预期是不是就应该要停止了？但是呢，这篇报告的这个名字还是给人一种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感觉，就是 The 4-year cycle is dead，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市场待得够久，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有人说 Bitcoin is dead。Ethereum is dead 或者什么东西 is dead 的时候，那是某个讯号。就是通常一开始当币价从高点开始跌的时候，大家会说回调；再继续跌的时候，散户会说啊糟了。但是这时候大户跟机构会说稳没事。然后再继续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很多很厉害的人就会开始找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告诉你说啊，比特币已经死了，4年周期已经死了，区块链已经死了。
当然之前周期有可能已经死了，但这句话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被讲到了，所以说我很不想这样讲，但是这明明就是一个完全就是告诉你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利空到他最后都还得要告诉你一句话说，这个抛弃减半周期的概念不意味着我们对市场保持悲观态度，也就是说他说减半周期这个说法是已经挂了，但是他对比特币市场还是看好了。那如果是一直有看我们周报影片的观众，其实会知道，我自己也是觉得说4年周期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样子 forever 过去，要不然太奇怪了。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这一轮很有可能会是4年周期的最后一次的牛市上涨，原因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就不再赘述了。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果用刻舟求剑的方式，比特币上涨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危机的这个阴霾还照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看到了很多的消息，其实它最终对于市场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多，它消息都是指向说这件事情对于经济危机到来是几率上升还是几率下降。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算比特币的表现能够比谁好，如果现在是一个经济危机的情况，连黄金都是下跌的，更遑论比特币了，它的不确定性跟波动性则是更大的。好，下一个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下跌行情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一样是在持续的流出哦。从这个8月27号的这个交易日开始到现在，其实每一天 ETF 的市场都是净流出。那上礼拜我们也看到了贝莱德的这档 IBIT 也是这个历史上第2次的单日净流出，不过后来几天都是零了，所以这几天的流出都没有贝莱德的事情，都是其他的 ETF 在流出。那现在 ETF 资金的动向其实跟币价的波动也是非常的相似哦。之后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ETF 的流出数据。好，下一个我们看到 BTC 走出杯柄形态，分析师 Q4 将迎比特币的史诗爆发，明年上看11万元。这个短期的不确定性跟金融危机的恐慌消息，我们看到这边来讲一点乐观的消息，那就是虽然说近期所有人都还是觉得加密货币市场呈现低迷状态，但是多位分析师依然是预测在2025年就有机会突破10万美元。其中这位 Titan of Crypto 他就用这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杯柄形态正在发生作用，比特币会这样子总到11万美元。杯柄形态就是其实还蛮好理解，就这样画了一个杯柄，然后就暴涨。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技术分析形态除了这个杯柄以外，在这个下跌的区间，其实它的名字就叫做 Bull Flag， 就是一个牛的旗子，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下去，接下来如果突破的话，就会往上涨。这个不是瞎说，这个是 Google 大家就都可以找到。那另外呢，这位叫做 Elja Boom 有68万追踪处的分析师，也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预测说，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头肩底的形态如果突破这条线的话，就会继续的暴涨。只不过呢，这些就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啦。2025年到现在还有一个 Q4 还没有度过，我们先期待 Q3 大家都可以安全健康的撑住过完，你才能够期待在 Q4 跟2025年，如果比特币真的迎来爆发的话，你能够赚到那一波收益下一个我们看到无视季节性看跌趋势 ，Bitfinex 上面的比特币杠杆多单持仓过去一周稳步增加。好，这个是 CoinGlass 上面的数据从8月28号以来，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上面的杠杆持仓多单添加了3000的 BTC。而平均而言 ，Bitfinex 交易所上面的用户通常是一些大户，所以说虽然短期之内比特币还没有走出要反弹复苏牛市的样子，但是已经有大户开始在布局杠杆多单了。那 Bitfinex 这个平台通常都是我们用来做放贷的这个去年年底我做了一个是稳定的低风险被动收入的影片，里面就比较详细介绍一下 Bitfinex 平台这个在做什么通常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就会在里面放贷利息。那跟我借钱去做杠杆交易的人，可能就 Bitfinex 上面的一些老用户了。那之所以上面的平台用户都是老用户，其实你也可以很好理解，通常不会看到 Bitfinex 给你打广告，它是2012年就存在的一个交易所。不知道吧？所以上面的用户几乎都是老 OG 了。像我们看到 Coinbase 等推出节点营运商标准认证 North， 吸引机构加入以太坊质押。我们先不说以太坊质押赚不赚钱其实可以说就是普通。目前的 ETH 质押年收益率是 2.6%， 这个比某些的无风险美国国债占取的收益率还低3%。但是我们都知道 ETH 主要你拿着是想要看以太币未来长期的涨幅，而不是说我现在拿着以太币能生小以太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涨2%，也比美国国债可以给你5%，但是你的美金是会持续贬值，来得好很多。那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基本面在持续往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因为如果以太坊现在的现货 ETF 出现了，可是现在持有这些 ETF 的人却没有办法把以太币拿去做最有效率的一个使用，那其实就会劝退一些机构。
而你要让他们去接受以太坊这个他不熟悉的资产，还要进一步去接受这个以太坊质押他不懂的动作，肯定就是需要一些认证啊、牌照啊、受到监管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事情，无论币价是涨是跌，你可以看到都是从来都没有退后的。像我们看到降低投资人税负，日本当局考虑将加密货币视为金融资产征税。事实上呢，如果你原本在日本做加密货币的投资，他们现在是把你定义为所谓的杂项收入。只要你年收入超过4000万日币，大约27万美元，你的税率会高达45%。是让很多大户不会想要投资加密货币。但是呢，如果之后他们把它改成金融资产来征税，那这个税率就是20%了。很明显就是一个政府开始在鼓励国民可以去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个政策啊。重点是这一句，日本金融厅指出，他们预期加密资产将有助于扩大薪资跟创造家庭资产，但个人投资人目前对加密资产的使用仍有限。你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非常重视加密货币的国家或者是最大的当权者，已经不只是什么川普啊、萨尔瓦多，日本绝对也是加密货币生态接下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像我们看一个台湾交易所的新闻哦 ，Max 遭到风控用户报警，他说他们侵占了他们想要取回的资金哦，那交易所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哦，上个礼拜呢，有一些这个 PPT 的文开始在讲说某交易所什么拿用户的资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但总之是类似在发的某交易所的事情。然后呢，也传出很多像 Max， 它是台湾前2大的交易所之一。你在提币的时候呢，他用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说风控你啊，所以要让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之后才能提领。那这个用户就告他了。那这个其实不只是法律的问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资金放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你要提领出来，然后他用任何理由告诉你不能提领出来，其实都是一个恐慌的可能性哦。因为诈骗的平台就是会用同样的理由去跟你说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资金有问题的平台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 Max 赶快就跳出来澄清了。他们背后的集团 MyCoin 表示，这主要是因为近期的诈骗猖獗，他们与相关的单位要加强打击诈骗集团的行动，确保其他用户的安全，来强化风控的机制，已经加派人手，让审核速度加速，让用户正常能够提领使用交易所功能。那这边整理这篇新闻，主要也不是想要发的 Max 交易所，因为我在社群里面其实看到大家的意见是，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说，怕就提，所以他就提，然后真的也就提出来的。那事实上确实也是有一些人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让他等很久。有一个不算币圈人的我的朋友，他也是私讯我说，为什么这个交易所提币的时候他要我等那么多天？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个案，所以说如果你有使用这个平台的同学，近期是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消息。本周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日期啊，就是这个礼拜3 9/11晚上台湾时间8点半，美国的通膨率会公布哦。那前值呢，就是之前的通膨率是2.9%，目前的预测是2.7%。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膨率越靠近2%，就是越靠近联准会的目标。如果能够持续的靠近下去，2.7或者是2.6，那这样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哦。反之呢，如果这个通膨率没有降下来，维持在2.8%或以上，按照原本的正常逻辑来说，就是降息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不会降息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东西到最后到底会怎么的解释，我觉得也真的是发生之后市场怎么走，然后大家会怎么看。哇，第一次遇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猜一个答案。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期待看到2.7%以内啦，因为之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降息的太剧烈跟金融危机有关，其实就是因为当经济成长很慢的时候，你的通膨还很高，那这个就是最危险的。那现在既然经济成长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快，我们就是很希望看到说通膨率现在确实也降了下来，那这样子这个降息就是健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如果说现在通膨率能够降到2.7%，应该会是一个利好的事件，不敢笃定，但是这个时间点高几率市场是有大的波动，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了。那本周大的解锁的部分呢，同样是礼拜3哦，台湾时间的下午6点，Aptos 的代币 APT 有高达 2.3%， 这个是6000多万美元的大额解锁。那通常供给量上升可能会让价格下跌，或者相反可能在那个时间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来拉盘。只有 Aptos 的同学以及IO.net 那天有 2.22%。就是 IO 现在的这个币价没有那么高啊，可以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8月份的时候，练习生举办了3场的免费讲座，请来理财讲师亨利温跟现役的交易员跳跳，还有呢喃猫讲师感谢大家的参与。
9月持续的好评加开啊！9月15号在台中有呢喃猫列维老师免费的课程，9月19号礼拜四在台北有跳跳的摆脱亏损的交易心法课程啊！这2天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一下实体的课程，或者是线上都可以在链生的官网都可以免费报名啊，分享给大家。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不晓得有没有同学是前天有看我跟 Derek 的那样直播，就是在这样一直下跌的时候，想必大家心态都会比较飘。但是他的心态是稳了一匹啊，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是短期的亏损，但是他看到的是短期他的限价单可以买进。那事实上，我目前对于市场的操作也是跟他比较类似的，就是通常我不会说，现在跌到了一个位置，我觉得说现在应该恐慌割肉，或者说现在应该抄底，而是现在跌到了一个位置，我会有一点恐慌，我会在恐慌的同时，不是选择卖掉，而是在更低点的时候布一个限价单，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现在在跌的话，我就可以买到低价的比特币。那如果涨回去呢？我没有在这个时候割肉，所以我也不会亏损。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态调试啦，分享给大家。那我想，除了在面对下跌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了解到现在的总体的经济的局势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除了比特币市场自己的事情以外，我们要如何配置自己现在的资产？你的现货的仓位要多少？你的杠杆率不能高到多少，才能够撑过每一次不确定性的消息的时候对市场造成的波动，然后迎来我们所有人期待的 October， 还有接下来的牛市行情好了，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的方法专门讲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那这样了，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